长公主大婚之日，公主府突逢大火，烧了足足有3天3夜，长公主也因此香消玉殒。这是玄帝钦定的结局。大人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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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从火场把你救出来的人是我，给你换张脸的也是我。如今你不是玄阳，是傅清月。我认。本宫的仇，本宫自己会报。你的恩，若敢提过分要求，这炉药便是你的锁中汤。有趣，我帮你查真凶，你帮我拿到你母后的遗物，为了一个兽人。给你换张好脸，可真不容易。你是不是想调查旧公主府的那个婢女？本宫的事与你无关，慕容羽，注意你的分寸，否则本宫不介意连你一起杀了。与我无关。你现在不过是我北郡侯府的一个小小婢女，你怎么就拎不清现在的处境呢？罢了，我可不想做你腰间淬毒匕首下的第一个亡魂。慕容羽，我自知以我们的交情，不足以让你舍命救我。你的目的我不关心，但你救了我，将来我恢复身份时必报恩。但要是你再没有分寸感，就别怪我不念恩情。小侯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长公主的贴身侍女小离今天又放出去了。小侯爷，但您就这么放任她到处乱跑吗？之前她还专门跑回公主府，虽然被门口侍卫直接扔出来，但扔出去就对了。要让她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她曾经是长公主，我求不住她。现在我会让她接受这个新身份，心甘情愿和我交易。究竟是谁想要我死？是后宫的人，还是前朝的人？我死了，究竟对谁有好处？慕容羽虽救了我，可如今我已孑然一身。要想恢复长公主的身份，查明真相，难于登天。所以，我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？哎，快看，那不是驸马吗？魏叔，听说驸马魏叔痴情难舍长公主，愿为其守灵一生一世，并不再续娶。没错，真是痴情少年郎，大好的人才啊！你看，驸马和长公主这话本子都出来了。魏叔，魏叔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姑娘又来买宝钞香火了。老板，还是跟之前一样来一份。怎么隔三差五的来采买呀？最近好像也没哪家出白事啊。哎呀，真是奇怪啊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会多给你烧钱，也会记得吊唁你。求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。你究竟在祭奠谁？你究竟在祭奠谁？你是谁？公主府大火那夜，是你和环儿值守长公主寝殿外，但门窗为何紧锁？你们二人又为什么见死不救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救命啊！你与环儿随本宫久居深宫，不会不认得这个吧？这是曼陀罗花。不对，你到底是谁？曼陀罗花落地生根，花期绵长，却通体剧毒。本宫跟踪你的这段时间，发现你常来此处暗中祭拜，所以特意为你栽下这簇毒物，藏于荒野，可还满意？不对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与环儿随侍本宫多年，当知本宫在那吃人的后宫学了多少让人求死不能的手段。若嫌曼陀罗花的毒不够滋味，不妨再尝尝这匕首上的鹤顶红，又或者本宫卸了你的四肢，将你浸在酒缸里，叫你求生不能，求死无望。饶命！我说是驸马指使我和环儿的。莫荣宇，你怎么？我既救过你一次，便不容你再死第二次。莫荣宇居然一直派人在跟踪我，难道小离的出现？莫荣宇，你干什么？你刚才有偷偷说我坏话吧？所以小惩大戒。回府。慕容远，你混蛋！你放开我！相传当日，驸马魏叔紧拥着被烧得焦黑难辨的长公主尸身，水米未进的日夜守灵7日，终至大病一场。这份深情还真是令人作呕啊！慕容羽，你想说什么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你自导自演杀了小离的那一出戏，可还过瘾？慕容羽，你当我还是3岁小孩？你一直派人监守，你分明早知我已寻得小离，却偏要按兵不动，一直等到今日小离构陷驸马的时候，才命人当面行刺，不就是想让我疑心驸马吗？只是我不明白，我现在的状况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处心积虑，通过小离引我上钩？难道真的只是想要挑拨我和驸马的关系，好借我的手报仇？我与驸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需要借你之手向他复仇？是吗？慕容羽，你当真以为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？15年前，御花园假山后，那个被魏叔和其他几个贵族子弟联手陷害，
打断双腿后扔在冷宫的柴房，像野狗一样苟且偷生的上路。慕容小侯爷，就算你换了名字，改了身份，难道就能消除这刻骨铭心的仇恨？你救我不是出于同情，而是把我当作你向魏叔、向整个皇室复仇的工具。傅清月，你怎么就是不听话？慕容羽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看清楚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相。小侯爷，郊外林中的刺客已经全数绞杀，无一漏网。你觉得我是在做戏给你看？虽然你与魏叔只是拜了堂，没有上过床，但你性格谨慎，定会查清楚未来的枕边人。所以这些刺客的背景，你应该清楚。这些人穿的衣物的确是魏家亲卫的样式，只是……魏家毒头，现在你还认为这是我给你设的局吗？寒烟，跪下。即便这些刺客是驸马派来的，但小离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，偏偏在我要找驸马的时候出现。难道你敢说，这不是你刻意安排？长公主既然这么聪明，不如好好想想，驸马为何急于灭口你的侍女小离？没错，小离虽然死了，可是我另一个侍女环儿呢？还有，为什么我明明没死，世人甚至父皇却都能接受我已死的事实？难道说……慕容羽，你干什么？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我的长公主殿下。慕容羽，你带我去哪儿？慕容羽，你带我挖自己的坟，闯自己的陵寝，莫不是下一步还打算让我开自己的棺材板吧？这里面躺着的人，你应该认得出。虽然尸体已经面目全非，但看他口中右下少了一颗后槽牙，左上多了一颗小牙，这不就是你另一个贴身侍女环儿吗？所以之前小离一直暗中祭拜的是环儿。这簪子是他送你的定情物。你好大的胆子啊，魏叔，竟敢让本宫亲自出来相迎！小心！长公主饶命啊！长公主饶命！长公主受惊了，微臣罪该万死。本宫无碍，但你的手在渗血。如此血腥之事，还请公主不要细看。小厮也是一时疏忽，烦请公主原谅。世人都道新科状元新地宅后，为人谦和。如今与你接触，倒也不似从前纨绔了。本宫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不会怪罪他人的。来人，送魏大人去休息。公主还有一物。
合用通阴泻、莲花玳瑁簪。下官亲手为您打造的，还望公主相纳。魏大人有心了。在我身边，想别的男人。难怪世人这么快接受我已死的事实，确实有人用环儿当我的尸体下葬掩饰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最能做到这一切的，就只有……你说，我们这样算不算生同亲，死同血了？变态！外面来的都是高手。你就不能往旁边让？就这么大点，要不请他让让？你们都在外头候着吧，我要与长公主说说体贴话。是。他就这么让你喜欢？你能不能不要？哎呀，驸马，你轻点儿。驸马，好想你啊，驸马。听说你可不止带我一人来过这儿。你就不怕长公主她在天之灵吗？公主陵墓最安全，无人敢查，而且我常来此地，就能维持我的深情不舍，保证陛下对我的怜悯，保全我永久的荣华富贵。理解。等我拿到北岩圣物，玄帝也得让我3分。好了，宝贝，时间不多了。我们开始吧。出去杀了这对口男女！大家轻点。外面那么多人，他们没死，你再死一次，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我的灵位前。为什么？我没看过，看看不行啊？谁？谁？驸马，公主来人请示，西街蔡老板家中有喜，请休3天，是否允准？就这点小事？驸马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自从公主府改建驸马府后，事无巨细向您汇报。驸马，你要干什么？来人！此2人秽乱公主陵寝，本驸马已将他们就地正法，拖下去，收拾干净。是。当真是败类！一向疼爱你的玄帝，怎忍心将这样的人指婚给你？还是说你心知肚明，被那副臭皮囊迷惑，没有发现其狼子野心？哎呀呀，还真是肤浅，也着实该死。这一巴掌
打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所有冒犯。这一巴掌，打你自以为救我、困我，令我不得不依附于你。先引我寻到小离，再是关中环儿，这般步步为营，我就能任你欲取欲求了。哎，给你打爽了是不是？我打我自己也像。如今你还不肯认清现实，只有我帮你，才能报仇雪恨。想要我母后的遗物，下辈子吧。咱们这位娇蛮的公主，这性子，当真是令人生厌。小侯爷，他真的会低头示弱吗？来日方长，他母后早逝，外祖又远在北岩。至于宫里那位嘛，他现在只有我，就让咱们看看，这位换脸的公主能起什么浪。这金簪是下官亲手为你所造的，还望公主笑纳。为什么？醒了？慕容羽，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猜你又梦到魏叔了。再有下次，砍了你的手！再敢上我的床，一定杀你！小侯爷，去吧。卖蔬菜，新鲜的蔬菜。哎，姑娘要点啥？新鲜的萝卜，刚摘的。蔡掌柜，借你的菜篮子有。哎，大人，蔡掌柜，今儿菜挺新鲜的。嗨，刚割的韭菜，给哥几个下个酒。这里面装的啥？哈哈，都是些萝卜、白菜，昨晚刚收的。这不，今儿专门送来给咱驸马府。今天这车，不对呀、我怎么感觉今日这车菜比平日重了不少？来人，抬起来检查。哎，这怎么冒烟啊？哎呦，不会有什么着了吧？哎呦！站住！你是谁？小的是新来的。你这服饰不像是驸马府里的，
你究竟是谁？跟我走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？看来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。放手！你真以为这还是你公主府的地盘吗？这里的每一块砖，每一棵树，都是魏叔的眼线。你杀了管家，不出半炷香就会被围堵。想接近魏叔，你得靠我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但你需要有人帮你处理尸体，帮你引开侍卫，更需要有人帮你按住想杀魏叔的冲动。毕竟以你的性格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才能解恨吧。慕容羽，你接近我的目的，无非就是想得到我母后的遗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做梦。错了，我想得到的其实是你。慕容羽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敢，但你不会。你我早已在这命运的棋局，杀了我，你如何在这棋盘中立足？更何况，你真以为你母后的遗物藏得住？不如合作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就你这身板，我先帮你收尸还差不多。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接近文叔？快，把西街都给我围起来！是。哎呦，这偷鸡摸狗的，被发现了啊！长公主的发簪也敢偷啊！我的天哪，真是胆子不小啊！蔡掌柜怎么能做这样的事？发簪？什么发簪？不像啊！真的假的呀？啊？难道是我昨天偷藏在蔡掌柜家的菜篮里时遗落的？不对，我昨天分明什么首饰都没戴，怎么会？小侯爷，他昨日送您回府后，至今未归。不急，事都办妥了。按您的吩咐，属下在他去找蔡掌柜之前，就已经安排妥当。我买通了蔡掌柜，又紧跟他藏于菜篮时，提前将金簪放进了他准备的硫磺菜篮中。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送他的礼物。长公主如今尸骨未寒，此人竟敢偷盗长公主的财物，就算是长公主生前宅心仁厚，也如此亵渎公主，驸马也实在是忍无可忍。带走。驸马，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金簪为什么会出现在驸马府，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在府里都是尽心尽力的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饶了我爹吧！女儿，爹没事，慕容羽，爹没事。又是你，小侯爷，您故意将长公主地宫的那只金簪放到驸马府，就是想让他明白，如今单靠他自己，一招不慎，不仅自身难保，更会连累无辜。既然他不愿意乖乖合作，那就只好让他吃点苦头。慕容羽，这不来了。慕容羽，
慕容羽，那只金簪是你从地宫偷出，故意放在驸马府的吧？慕容羽，我们合作。哦，想通了。与其让你在背后搞死我，不如借你之手，除了我想除掉的人。聪明。不过，北岩圣物的具体位置我也不甚清楚，毕竟那是我母亲生前托人悄悄藏在民间的。但若是你肯助我接近魏叔，助我报这血海深仇，我便将所知一切和盘托出。没问题，我调拨人手给你，你想怎么报仇都行。就这么定了。一言为定。傅清月，好戏也该开场。这金簪分明在长公主的地宫里，怎会出现在西街那老孩的菜盘中？难道是他回来了？不可能！但若他真的回来了，还留下这金簪，难道他什么都知道了？不行，这一切若让那位知道了，不行。雪芽，我能杀你一次，就能让你死无数次。这次，就算是从地狱归来的恶鬼，我也要将你挫骨扬灰。今日驸马循例请法师入宫做法，我给你安排的人已混入其中。快进去吧，驸马在里面等你。侍卫大哥，求求你让我见见驸马吧，我爹真的是冤枉的，他与那只簪子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蔡掌柜的女儿，求求你，高抬贵手，放我进去吧！啊！今日驸马府做法事，放你进去我就没命了，把他拉走。大哥，请吧。驸马，饮下符酒，法事方成。哦，只是这符酒，本驸马不敢饮。这毒居然发作的这么凶！谁？驸马爷饶命啊！这毒酒，我等实在是不知怎么来的呀。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接应，我等真不认得此人呐！好算计！驸马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拖下去严审。啊，由我亲自审问。小侯爷，一切皆在计划之中，已借西街蔡掌柜女儿之口，让魏叔知晓傅清月的存在，更将长公主发簪遗落之事嫁祸于他。根据傅清月提供的线索，已经证实隐士寺的确存在，而且早年先皇后和长公主也确实在那落脚过。很好，尽快找到北岩圣母来见我。当年之事也该收点利息，负债女偿。吩咐下去，傅清月，上。
想清楚，在冰彻底融化之前，你还有机会说出究竟是谁派你来刺杀本驸马的？蔡掌柜的女儿告诉我，这金簪是你放在菜篮里的，所以你是从哪儿偷来这只长公主的金簪？又或是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比如什么人的下落？无耻之徒，最好杀了我，否则只要活着，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冥顽不灵！别不识抬举，否则……驸马，我不是说过了，任何人不准过来。这有贵客求见。不见。驸马爷好兴致，如此有趣的手段，难怪并不见。小侯爷前来，有失远迎。我来要个人，我的人。小侯爷的人怎会在公主府充任巫师？他的个人兴趣。对了，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。杀他！慧叔，你想干什么？小侯爷恕罪，这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您今日孤身犯险，横竖他是一个刺客，在行刺的途中误杀了小侯爷。我在追凶的途中将其正法祭替您雪恨，又有绝后患，岂不两全？给我杀！给我追！看你们能够逃到哪里！快，是追！会输的人应该追不到这里。那我们的账就可以算算了。为什么算计了你，又反而来救我？那你呢？你又为什么戏弄我？小侯爷，我们失败了。隐士寺的惠安禅师看了傅清月的锦囊后，不但诱我们去附近山林转圈，中了捕兽的陷阱不说，更是将我们扫地出门，弄得我们一身狼狈。锦囊呢？凤有和音鸟飞尽，马走炉边草不生。哼，好你个傅清月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凤游和音鸟飞去，凤字去鸟为己，己字置于禾字之下，正是秃子。马走炉边草不生，炉子去掉草字头得户，户旁添一李字变成驴子，前后二字相连，正是秃驴。你让我眼巴巴地跑到他人地界上，骂这一句，难怪那老和尚叫雷霆震怒。那老东西活该，以前我就厌极了他，虚伪庸俗，还与母后的情面不好激发他。如今老你待我问候一句，正好，幸而我多留了份心思，
怕是早已命丧黄泉。荣宇，看来你我合作终究要分崩离析了。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想起来一些过往。你找死机点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！他们在那儿，快！他们在那儿，快！快，让他们跑了！没路了！傅清月，你醒醒！宣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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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我们的账还没清算。傅清月，玄阳，玄阳，你醒醒！慕容羽，要是你救了我，不然呢？看着你掉下去还摔死呀！这是哪里啊？崖底，暂且喘气的狗洞罢了。慕容羽，慕容羽，我要是此时杀了他，也没人会知晓吧？慕容羽，你欠我的算计，我换个法子讨回来。水，醒了。命还挺硬。为什么不杀了我？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杀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，未免太便宜你。那你可没机会了。面秧子就该喝药，野味太燥，当心咳得更厉害。都死过一回了，还怕这点燥气？我可不想我的交易伙伴死在这儿，还得劳我挖坑埋尸。你这安慰人的方式，倒是比韩嫣的背叛还呛人。他为什么背叛你？人心隔肚皮，即便是最亲近的人，也保不齐没有反咬一口之时。那倒是。我也曾深信过某人，结果呢？傅清月，你我虽立场相悖，但在这崖底，我们倒是同病相怜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逃出升天，再寻机报仇。你就这么恨魏叔？恨所有一切想要我死的人，包括我。
可我救了你2次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这病娇的家伙，连示弱都带着算计。我以为你是身居后宫的贵女，没想到还懂草药。我母后教的。忍着点。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见有人说要换个法子向我讨回来。怎么？你想怎么讨？自然是连本带利。连本带利。那我等着你的连本带利。如果我们能从这山洞里活着出来，你能不能别再叫我慕容羽？那叫什么？阿羽。我叫阿羽。就像当年在冷宫柴房，你给我送馒头时那样。我几时喊过你阿羽？慕容羽，这又是你在试探我吧？别装了，你不是早就认出我了吗？我的长公主。喂，死了没？拿着，别让人看见。喂，你哭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拿来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再哭就把你丢出去喂狗。快吃吧，凉了咽不下去了。慢点吃，以后躲着点魏硕他们，他们可是京中的混世魔王。学阳，谁让你叫我学阳的？我们可没那么亲近，不许乱叫。吃你的东西。父亲送我来前说，他阿姐和您的母后是手帕之交，两人情同姐妹，送我来这里有照应的。母后今日病逝了。阿羽，我和你一样，成了无依无靠的妇孺。玄阳，看来你全部都记得。哎，谁跟你一样记这些没用的东西？没用，我只是很好奇，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15年前，御花园假山后，那个被魏叔和其他几个贵族子弟联手陷害，打断双腿后扔在冷宫的柴房，像野狗一样苟且偷生的少年。慕容小侯呀，就算你换了名字，改了身份，难道就能消除这刻骨铭心的仇恨？当年柴房的那把火，是我放的。我知道，当时我在柴房睡觉，全都看见了。所以我就是想不通，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恨我，宁可看我被活活烧死，变成如今这样，全都是你欠我的。慕容老侯爷，是我带进宫，
去救你。你说什么？后来从柴房里拖出来那具烧焦的尸体，也是我放的。当年你父亲不顾一切救你回北岩，却被斩杀宫中，我便知你难逃一死。我和刚丧子的慕容老侯爷交易，让他带你回侯府，从此你不再是北岩质子，而是慕容侯府小侯爷。原来，我俩的因果从那时就种下了。这崖底太深，白日里也不曾见过，未说的人未必能找过来。但你的伤，拖不起。星月在担心我。我是担心你死，我没有挡箭牌。后久应该不止晕草药吧？母后还教我，别信男人的花言巧语。仔细搜，不要电人，死要电视。不要电人，死要电视。不好，我刚查过整个洞内，那边有松动的石块。来把手。去，那两只死老鼠搜出来。是。这边有动静，这洞这么小，他们肯定藏不住。再近点，切我的心上去了。轩阳，你说，我要是不救你，你会不会？不会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是说，你不会知道我有危险，却不救我。这么笃定？我是懂你，阿宇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听错了。我荣誉，别怪我。从现在起，我要利用你来完成我的一切。有暗器！快，给我放烟！我就不信他们两个能憋到天亮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要往这边飘，这一定有出口。你的手，你还能撑多久？烧上来之前，我爬到上面。那是……你果然记得，这是我们之前……废话少说，一会儿爬上去再说。你这么想报仇，我去帮你把他抓回来。就你这副样子，不去送死就不错。他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哪有让他白跑一趟的道理？况且，这里我俩比他更熟悉，不是吗？
给我找到他，打断那质子的腿！是。玄阳，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又哭，不准哭！你没有做错什么。以后这里就是你我的秘密基地，只有我们知道。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会来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废话少说。好，若想报仇，得用当年的法子。你引开侍卫，我去擒他。不，这次换你当诱饵，我来收网。给我抓住他！是。出去了。秦月。魏叔，你输了。大婚当日你锁门之时，我在火里喊了3声，一声恨凶手，2声恨帮凶，3声恨所有背叛者。魏叔，我们的账你该算算。这桂花蜜饯，当年你说要在公主府种满桂树，年年摘了给我做。现在看来，我倒还要谢谢你。要不是你放的这场火，我怎知人心能脏成这样？你这个妖女，竟敢对我滥用私刑！我可是当朝驸马。要是让陛下知道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驸马，忘了，长公主早就被你烧成灰了。你这驸马的位子，可是踩着她的骨头抢来的。是让你太便宜你了。你不是最在乎壮阳驸马的名声吗？我偏要让你穿着囚服，带着枷锁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喊出自己的罪状，让大家看看，这玄帝清风的痴情驸马，其实是个弑妻焚府的畜生。你敢！陛下是不会处你真以为陛下会在乎你的死活？他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在乎，任你随便找句娇尸都能糊弄。你，难道你真的是？小侯爷，属下罪该万死。起来吧。让你推我下山，是计划好的。贱人，老子弄死你！小侯爷，要是真让他在侯府弄死魏叔，以后恐怕会有麻烦。先让他消气，让你推我们下山，再引魏叔到崖底去找我们，以此投诚。查到什么？跟您猜的一样，魏叔背后还有人。是谁？小侯爷，
太子到门口了。听闻小侯爷前些时日受了伤，父皇特意让本宫来看看。老殿下挂心，不过是些皮外伤，倒是府里出了个刁奴，惹了些麻烦。哦，本宫倒是听说那刁奴与驸马魏叔有些牵连，不过是攀附权贵的狂徒罢了，现已拿下，正准备交由殿下您处置。小侯爷办事，本宫自然放心。只是父皇近来听闻北郡侯府与前朝旧部往来密切，自然有些疑虑。殿下明鉴，家父在世时便忠君爱国，臣怎敢有二心？如此便好啊。那魏叔的案子，本宫会亲自督办。小侯爷安心养伤便是。太子此来，名为探望，实为试探。玄帝果然对我疑心重。属下潜入魏叔的书房搜遍，找到这封宫中密信。是时候让傅清月知道些真相了。难道你真的是？魏叔，你以为你烧了公主府，杀了我，就能高枕无忧了？你，雪阳，真的是你！魏叔，本宫回来了。饶命！长公主饶命啊！是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。错了？你放火烧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错？你用环儿冒充我尸体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错？你不是最在乎这身功名的吗？不如我帮你把它烫得更显眼一些。我原以为你只是在演戏，可此刻你心中的恨意，分明是从骨血里渗出来的。也给本宫好好想想，当年在你落榜之时，是谁求陛下再给你一次机会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有人指使我，是有人……闭嘴！本宫没有问你这个。魏叔，这只是开始，而你身后的人，我也会慢慢让他把一切还给你。魏叔差不多已经废了。多谢小侯爷相助。只是这远远不够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我想恢复身份。阿宇，你会帮我吗？3日后就是先皇后，我母后继承，父皇一定会去太庙祭祀。你带我混进去，之后我会让魏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喊出玄阳长公主没死，剩下的我来办。清月的手段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不过，你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，
他敢吗？陛下生性多疑，怕是会起疑心。我要的就是他起疑心。他越怀疑，就越想查清我的身份。等他查清傅清月就是玄阳之时，我早已站在他面前了。你就这么想恢复长公主的身份？不然呢？像现在一样，躲在你的侯府里，永远做个见不得光的傅清月。阿宇，别忘了我们的交易。我当然记得。你帮我拿到北岩圣物，我帮你复仇复位。只是我很好奇，待你重登长公主之位，会如何对待我这个利用过你的人？看你表现。但是你现在好像有点喜欢我。小侯爷，不好了，魏叔被人救走了！我出来了，是谁救的我？驸马真是辛苦了。太子殿下，是你救了我吗？救你？本宫可没那么好心。不过你现在对本宫来说还有点用。殿下是想让我做什么？本宫要你指认慕容羽和那个假冒长公主的傅清月，说他们一同谋反。谋反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别忘了，你这条命是本宫救回来的。不过，那个慕容羽毕竟是有爵位的人，还有那个傅清月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本宫不仅保你周全，还会让你重获圣旨。多谢殿下。回殿，按照殿下的吩咐行事。魏叔被太子救走了，看来他只是想利用魏叔来对付你。太子，废物而已。你与太子虽异母同胞，但大家都知道你们从小不和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我这位太子弟弟想要玩游戏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过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说。你这么做，值得吗？值得。只要能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那就值得。陛下，臣揭发北郡小侯爷与妖女傅清月谋逆。哎呀，那慕容羽竟敢指使妖女假扮已故长公主，并且威胁儿臣与他们同流合污，甚至在严刑拷打儿臣未果之后，妄图杀人灭口啊！陛下。终于来了，阿宇，按我说的。魏叔，你所说的可有证据？陛下，那妖女就藏在慕容羽身后。驸马爷这话好生奇怪，
民女只是侯府婢女，怎能冒充长公主啊？请陛下明鉴，魏淑因私怨构陷，臣愿以侯府100年声誉，担保傅姑娘清白。哦，既是婢女，为何今日假扮随从混进太庙？陛下，近日臣察觉驸马魏淑有所隐瞒，并派府中婢女暗中调查，果不其然，在公主府地宫中发现了魏淑与多名女子私通之事。这只金簪原本供奉于长公主的地宫之中，奴婢冒昧特此请出以作佐证。驸马魏淑对长公主之灵的一切亵渎行为，奴婢皆亲眼看见。你胡说！这分明是你们！父皇，儿臣倒觉得此事十分蹊跷。这玳瑁金簪一直供奉于公主地宫之中，驸马前些时日也常去地宫调研，地宫守卫森严。依儿臣所见，不如先把魏淑关起来，审问一番再说。太子你，你就这么有把握魏淑会输？我早就在他伤口里撒上了尸骨散，不出一日，他会浑身溃烂。而我要的就是他在太子和父皇面前说出所有的事情。是陛下让我杀了长公主，他想要北阳生。是的。父皇，你看这魏淑果然是风言风语，像是中了邪术，不如先关入天牢再说。你叫傅清月？是。抬起头来。北郡侯府的婢女，倒生得有几分灵气。只是朕瞧你的那双眼睛，像极了一个故人，像极了一个故人。陛下说笑了，清月出身乡野，怎敢与宫中贵人相比？许氏府中善事清淡，养了她没眼干净的些。小侯爷倒是护短。你那姐姐玄阳若还活着，怕是也会像她这般得人疼惜吧？父皇说笑了，玄阳姐姐性格骄纵，哪有傅姑娘这般温柔？待下去好好查查，若真是良民，便送回侯府；若是奸细，就地杖毙。奴婢愿随侍卫大人去查验身份，但求陛下明察，不要因为驸马的风言，错怪了小侯爷的一片赤诚。罢了，都下去吧。太子帮了我们，只是我实在想不通，他既救了魏淑，那魏淑在御前诬告我们，肯定是他指使的，他又为何反过来帮我们呢？或许他只是见形势不妙，临时改变策略罢了。我的这位太子弟弟，可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多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那你呢？可有什么没告诉我的？慕容羽，
不要挡我的路，否则……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真相？小侯爷，属下认为，一切决断皆在于您。我认为他很聪明，好像早就洞察了一切。至于我，只是因为那日看见他对魏叔的深仇大恨，实在是不愿也不忍心让他因亲情的背叛太快彻底绝望。恕属下多嘴。小侯爷，您如今对傅姑娘的态度似乎有所不同了。哦，连你都看出来了？小侯爷，此女心性实在不简单，属下担心您因为她再误了大事，还请小侯爷三思。我知道他在谋划什么，他总是若有若无地撩拨着我的心，这般像猫抓挠似的感觉，真是让我爱恨难平，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了。或许这次我能找到解脱之道，而傅清月，她就是我的契机。可是小侯爷，您别忘了，您的使命是寻找北岩圣物，复兴家族，而非陷入儿女私情。我自有分寸，你只需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保护好她。是，小侯爷。小侯爷，乱您心者，属下必将一一为您清除。是你。说吧，除了是父皇想要你烧死我之外，关于我母后的死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母后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先皇后发现陛下与北岩的蜜月。什么蜜月？陛下答应北岩一行王平分天下，但是要以先皇后的嫡亲兄长，也就是北岩献王的项上人头为界。那父皇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？他想要北岩受伤。父皇还真是心机。魏叔死了？父皇杀的。魏叔身后的人一直都不是太子，而是父皇，所以也是父皇要杀我。原来你什么都知道。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直接杀进皇宫？我要去隐士寺找慧安禅师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北岩圣物是什么吗？它就是。什么？我母后临终前说，圣母非物，是活的念想。慧安禅师是我母后的亲兄长，也就是北岩的先皇。所以你之前给我的锦囊是故意在耍我？我那时必须确认你是否有别的目的。我与慧安有约，若不是我亲自拿着锦囊前去，便绝不可轻信。如今看来，我们的敌人竟是同一人。
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该再亲近一些？清月，你敢说你对我毫无半点真心吗？慕容羽，我对你只有利用之心。我明白，所以在崖底时，你对我百般引诱，又主动和我相认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动心吗？因为先动心的人就是先输的。玄阳，玄阳，陛下他又离开了。他们都说陛下因你母后之死痛不欲生，他对你母后的深情确实无人能及。阿宇，你还小，待你长大成人，便会明白，先动心的人就是先输的。清月，我承认是我输了。清月，我承认我输了。你还不承认？明明在发现鹰嘴岩时你就猜到了，坠崖是我精心预谋的。而魏叔能顺利找到我们，也是我布的局。甚至韩嫣的背叛也不是真的，但你还是愿意和我合作，还敢说对我没有动心？不然以你的性格，我这般算计，早该对我以牙还牙了吧？胡说！我只是还没有蠢到相信你被韩嫣背叛之后还能无动于衷，竟不施展任何报复手段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我们是同一类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韩嫣应该一直在我身边，那我为何不将计就计，乐得一个忠实的暗恋？还真是什么都明白。既如此，那你可知我现在最想做什么？那隐士寺呢？你明知道惠安禅师是北岩圣物，却迟迟不肯带我去见他。你在怕什么？怕我拿到兵符之后会变成第二个玄帝？你不会这么笃定？因为你和他不一样。玄阳，别去见玄帝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你让心口的那把刀，最痛的会是你。我必须去。你以为我想面对他吗？可我母后的死，以及我自己被烧成灰烬的过去，也一样能让我退缩。我替你去。替我？慕容羽，你别忘了，你父亲的死也与他有关。你真的能忍得住亲手报仇的机会？你不敢让我去，是怕我看到玄帝那张脸时心软，
还是怕我发现你手里握着的彻底扳倒他的证据？秘书府里搜出的那封密信，你一直都藏着吗？我母后当年不可能说出北岩圣物的下落，因为她已经察觉到了父皇的野心，甚至有可能也发现了你父亲的篡位之心。只是他们都没想到的是，我父皇根本就没打算遵守盟约。通过这封密信，我也追查到了当年玄帝是如何设计引诱我父亲暴露篡位之心的，又是如何借清君侧斩杀我父亲。你父亲当年真的想篡位？他只是恨透了北岩先皇的懦弱，想让北岩脱离玄王朝的控制，算不上篡位。但他对我母亲是真好，当年他不惜冒死潜入玄帝后宫，将我带出，就为了让我母亲见我最后一面。所以他杀你父亲，不只是为了借机谋夺北岩兵权，更是为了灭口。他怕你父亲说出两人平分天下的密约。是，他不是一个忠臣，但他是一个好丈夫。宣阳，我不怕带你去见他，但我怕你亲眼看到我挥向他的那把复仇的利刃。你们终究还是来了。舅舅，阿宇，如果我把北岩的兵符交给你，你打算如何去用？护清月周全，保北岩安宁，绝无问鼎中原之心。唉，只可惜我早就答应了妹妹，远离红尘是非。舅舅，父皇他要的从来都不是圣物，而是整个北岩。这是魏叔烧我的那把火留下的，而下令的人正是父皇。陈氏，清月的仇也是我的仇。如今天下安定，若没人能阻止玄帝的野心和狠心，恐怕天下将大乱。唉，此玉是一半兵符，必须要双玉合璧才能启动兵符，另一半在太子东宫。玄帝有令，请北岩余孽不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们从后门撤退，我断后。傅清月，我等你。舅舅，太子真的有另一半玉？你母后当年算准玄帝野心会夺北岩兵权，所以就让我将双玉拆分，我只一半是诱饵，太子那一半才是真正的兵符。他不是早让你们姐弟假装不和，其实是为了让玄帝永远都猜不透啊。母后自幼叮嘱我和太子，要在人前营造不和的假象。我当初还很困惑，直到太子借魏叔诬告，暗中助我和慕容羽脱困，我才明白，若魏说的是我安排，
便再借他的口公开玄阳身份，说不定那天被投天牢的人就是我。原来母后让我和太子从小不和，都是演给玄帝看的。你母后说过，最好的刀一定要藏在最亲的人手里。玄帝生性多疑，唯有太子才能妥善保管真玉。因为玄帝不会想到，你母后竟会将不愿交予他的真玉，悄然置于他亲自培养的太子手中。原来母后从一开始就在布局。寒烟，不用管我，快去救慕容羽。若有机会，实在想杀了你，但你要是死了，小侯爷也会没命，而小侯爷却是我甘愿舍命也要守护的人。所以傅清月，你一定要给我好好活着。哎，那边有动静，那边有人，快给我杀了他们！娟娟，留下去，看我们怎么掀了玄帝的龙椅。好。你将这幅画藏在侯府这么多年，是不是日夜都要观赏一遍呢？还真是痴情啊！你父亲当年死前求朕不要牵连你时，也是你这副倔强的模样。他说愿献北岩布防图换你一条命，你猜朕为何没有答应？因为你害怕他设下陷阱，也害怕即便他死后，我也会反戈一击。嘴硬！你说傅清月，哈，也就是朕那个宝贝长公主，她会来救你吗？原来你一直知道。我说他那腹黑的脾性是随神了。你以为朕真的不敢杀你吗？朕早就知道，是你在火场救走了玄阳。这段日子容忍你们，只是为了利用你们找到北岩圣物。玄阳生前不愿透露的，死后却愿意交代，这完全归功有你这样的对手啊！北帝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连亲生骨肉都能舍弃。她是朕的女儿，但却不是一个听话的女儿。就像朕爱皇后，但让朕得天下者，朕皆可杀。玄帝，你迟早会遭报应。朕要的是天下。这幅破画留着，已无用处。若3日内傅清月不能将惠安送来，你就等着被凌迟吧。哦，对了，北郡侯府上下300余口也会陪着你一起上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侯爷，属下听话。傅清月不是，但属下再也护不了您了。你放心，我定会让玄帝血债血偿。姐，舅舅，你们没死啊？母后的兵符，另一半是不是在你这儿？母后一直让我们假装不和，就是为了藏住这兵符，对不对？母后临终前逼我发毒誓，让我永远与你装作不和，讨好父皇，这样
他才会对我放下戒备。否则，他的布局就会被玄帝看穿。所以我会一直让惠安舅舅当诱饵，让我们姐弟演对手戏，就是为了护住这兵符。你们母后特意留了后手，双玉合璧才能激活兵符，但需以至亲之人之血为引，所以就算你们两人折了一人，剩下一人也能启动这兵符。姐，玄帝抓了慕容羽，他要你用舅舅换他，这是陷阱，你千万不能去。阿弥陀佛。我必须去。慕容羽是为我被抓的，我不能让他死，而且我要亲眼看着玄帝是怎么说的。弟弟，这么多年，我们姐弟俩一直在演戏。这一次，我们就再演出大戏，给他看看。放了他，人给你。慕容羽，别急着走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禅师，朕听闻当年你被废时，皇后曾让你将兵符一起藏了起来，所以北岩的兵符到底在哪儿？你若是说了，朕留你全尸。阿弥陀佛，兵符就在老衲的舍利里，当老衲圆寂，自会有人献给陛下。哼，不用等，朕现在就能知道，到底是不是在你的舍利里。陛下，是要杀了老衲吗？你是要与北岩的10万铁骑为敌吗？如若不信，那就敞开老衲的胸膛，舍利就藏于肺腑，兵符纹路刻印之中，须以亲近方能显现。惠安舅舅这是在提醒我，双玉合至亲血，起兵符也是在说不用再救他。带下去，好生伺候老禅师，莫叫他提前圆寂了。舅舅，清月啊，不，朕的阳儿，你说这场戏该收场了吧？你若是现在认回长公主的身份，劝降北岩叛党，朕便饶他不死，如何？清月，别信他。父皇忘了，儿臣最恨被人威胁。如今我这条命早已不是宣扬了，而是傅清月，是要让您血债血偿的。傅清月，想动他，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一个情深意重啊！只可惜北郡侯府上下300余口，此刻应该已经化作焦炭了。别信他。您以为儿臣这段时间只顾着复仇，
侯府的暗线远比您的眼线多得多。我早已安排人将侯府众人转了出去，所以别担心。追！传令下去，慕容羽、傅清月即刻格杀勿论。父王，救命！有人想杀儿臣，父王。我背你。长公主被小侯爷传出去成何体统？小侯爷，小侯爷，看，这是当年老侯爷留给我的旧部，一直在城外驻守，等待时机助我。老侯爷这些年真的对你很好，宛如亲生。所以，你能告诉我，当年你和老侯爷到底做了什么交易，让他愿意救我？他在世时没跟你说吗？没说就算了。你的伤没事，死不了。倒是你，明日冲进去，千万别冲动。我可不想让我的交易伙伴出问题。少油嘴滑舌。慕容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戏就要开场了。父皇，儿臣是因为查到傅清月和慕容羽的诡计，他们早已找到兵权，想借北野铁骑逼宫，所以他们才会派人刺杀我。这是从侯府搜出的，他们约定在明日午门会合。传朕旨意，禁军封锁午门，调神骑营弓弩手埋伏。明日所有叛党，格杀勿论。儿臣愿亲赴午门督战，为父皇分忧。若能擒获逆贼，东宫之位便稳如泰山。慕容羽、玄阳，你们终究是朕的棋子啊！父皇，此战必胜。儿臣敬您一杯。这酒里有什么？儿臣只是替母后和姐姐讨还血债。你一直以来在朕的身边伪装。母后早就会料到您会觊觎北岩兵权，让儿臣假意依附，就是等今日。玄帝弑妻杀女，且设计虐杀北岩盟国先帝及王臣，罪不可恕。今日我等拥护东宫太子拨乱反正，重修玄朝与北岩两国秦晋之好，安抚天下太平。母后，你布下的局，应该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。我和弟弟做到了。父皇，您当年杀我母妃时，你可曾想过今日？你若杀朕，天下必乱。儿臣早已联合百官，新帝登基，北岩臣服，天下只会更乱。我的儿啊，你可真像朕啊！就连这眼神里透露的野心，就不知道
你姐姐看到你这副样子，姐姐，姐姐，大仇得报。儿子，你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天下还需要太子殿下守护。姐姐，这兵符还给你。我们姐弟俩这么多年都没好好相处过。阿姐，你知道我从小的心愿是什么吗？就是能跟在你身后，做你最亲的弟弟。阿姐知道，但你现在肩上有更重的责任，你永远都是姐姐和母后的骄傲。慕容羽的玄甲兵还剩多少？不足3000，但皆是百战精兵，而且长公主在北岩的威望极高，日后恐有麻烦。若他们肯交出兵权，倒也不是不能留他们一命。太子看似信任，实则忌惮我。我知道，我早察觉他侍卫的敌意。阿宇，我想，我懂。明日早朝，我们便请辞。我只想和你远离这些纷争，过只有我们俩的生活。玄帝暴政，已伏法，本太子承天命，即日起登基为帝，望众卿家共襄盛举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！陛下，臣将北郡侯府爵位与玄甲兵兵权交还陛下，退隐还乡，愿陛下应允。臣女愿与慕容羽一同归义。姐姐，朕可即刻恢复你长公主的身份。这次平乱和小侯爷功不可没，岂能说走就走？朕以为你们在宫中新建了府邸，如何？谢陛下爱惜，臣与长公主去意已决，还望陛下恩准。若朕不允呢？姐姐，朕知道你恨宫廷，但天下初定，这需要你辅佐，也更需要弥补我们缺失这么多年的姐弟情。陛下忘了母后的遗愿吗？她只想我们平安。朕只是不舍姐姐，而且，你当真要为了慕容羽抛下朕吗？这是母后留给我的。她说，若有朝一日手足相残，见此玉如见他。陛下，慕容羽的玄甲兵虽已解散，但北岩旧部仍暗中归附，而且自从民间知道傅清月就是复活归来的长公主后，声望日隆。日后若是二人联手，恐怕她是朕的亲姐姐。龙羽烫人，
莫忘手足。他终究还是动了杀心。长公主、小侯爷，我等愿护送二位杀出京城。我要让他主动送我们离开。启禀陛下，北郡侯府突然走水，慕容羽与傅清月恐怕已经尸骨无存了。啊！陛下好大的手笔，魏叔曾烧死过我一回，没想到我的亲弟弟竟想用同样的方式再烧死我一次。母后临终前之所以将起兵符的玉佩分为2半，不光是为了防玄帝的野心，更是为了提醒我们，骨肉相连，纵有裂痕，终是同根。我那日将完整的麒麟双玉交给你，原以为你能懂我的用意，没想到你竟还对我起了杀心。我不想的。你可知你阿姐为保你登基，暗中劫杀了多少玄帝旧部？她怕你根基不稳，自愿将所有兵权和权力全交于你手。可你呢？你登基第一件事，便是要杀你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。如此行为，和玄帝有何区别？退下吧。小弟，你要是不相信我们，我们可以永远不回了。阿姐向你保证。陛下，我也愿意拿性命担保，只愿归隐，永不干政。等等，这是朕的司令，若遇紧急情况，可随时调遣京中禁军。多谢陛下。姐姐，你要去哪儿？江南，听说那里的桂花糕比宫里的更甜。陛下，江山重，手足更重。姐姐，朕并非不信你，只是这天下朕输不起。话说，腹黑长公主与病娇小侯爷于火光中销声匿迹。有人说呀，这故事他们真的假的？化作了双蝶。说书人说，也有人说是真的。胡说！他们明明在西街开了家糕点铺。娘子，该回家了。娘子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，当年你和老侯爷做的什么交易？不说不说，就不告诉你。这一辈子你就想去吧。慢点，都当娘的人了，小心些。从此，你守你的江山，我守我的他。